想象一下，你要參加一場求職面試，但背景調查顯示，你的父親亨利八世為了娶新老婆砍了你親媽的頭，你的身份在高貴公主和卑微私生女之間來回切換，波動比現在的虛擬貨幣還離譜。最關鍵的是，你現在的職位競爭對手，也就是你的親姐姐血腥瑪麗，剛剛把你關進了倫敦塔，那是全英國離斷頭台最近的地方。她正盯着你的脖子，想看你什麼時候犯錯，好送你上路。這就是1558年25歲的伊麗莎白都鐸所面對的開局。沒有盟友，國庫空虛，宗教衝突讓國家隨時可能自爆。隔壁法國和西班牙的國王們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樣盯着英格蘭。在那個男人統治的世界裡，所有人都覺得他撐不過3個月。但事實是，他不僅活了下來，還開啟了英國歷史上最輝煌的黃金時代。他拒絕了全世界的求婚，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了國家的圖騰。今天我們要聊聊這位童貞女王如何玩轉16世紀權力的遊戲，把一個二流島國暴力拉升為全球霸主。要理解伊麗莎白，你得先理解她那個號稱人頭收割機的爹亨利八世。為了生個兒子，老亨利不惜跟羅馬教廷鬧翻，自己搞了個英國國教。伊麗莎白的母親安妮·博林原本是這場豪賭的贏家，結果因為沒生出兒子，被老亨利安了個通姦的罪名。那年伊麗莎白才2歲多。一夜之間，她從王位繼承人變成了不合法的野孩子。在接下來的20年裡，她的生活只有2個字：生存。她的弟弟愛德華6世早逝，接着她姐姐瑪麗1世上台。瑪麗是個瘋狂的天主教徒，她恨透了伊麗莎白和她媽代表的新教力量。瑪麗在位5年，燒死了近300個新教徒，血腥瑪麗的外號就是這麼來的。1554年，伊麗莎白被捲入一場叛亂陰謀，被親姐姐送進了倫敦塔。傳聞那天大雨滂沱，伊麗莎白坐在水門前的台階上拒絕進去。她說：“這裡進去了，就沒幾個能活着出來的。”她在塔裡待了2個月，每天都在聽隔壁牢房被拖出去處決的聲音。這種極致的心理壓力，換成普通人早崩潰了。但伊麗莎白學會了最重要的生存技能：永遠不要明確表態，永遠要在言語中留下退路。這種政治模糊學，後來成了她統治的核心武器。1558年11月，瑪麗病逝。當消息傳到哈特菲爾德莊園時，伊麗莎白正坐在橡樹下。她意識到，這場為期25年的地獄求生遊戲，她贏了。25歲的伊麗莎白登基了。當時全歐洲男人的第一反應不是致敬，而是快，我們要去娶她。在16世紀看來，女性統治者就像是沒有方向盤的賽車，必須要找個男人來駕駛。求婚信像雪片一樣飛向倫敦，西班牙國王菲利普2世、奧地利大公、瑞典國王，甚至還有沙俄的伊凡雷帝。議會的大臣們也急瘋了，整天在他耳邊嗡嗡：“陛下，您得結婚啊，您得生個繼承人啊，不然都鐸王朝就絕後了。”但伊麗莎白非常清醒，她看透了權力的本質。嫁給外國國王，英格蘭會淪為附庸，捲入無休止的戰爭；嫁給國內貴族，那會立刻引發嫉妒和內戰。於是她開啟了一場歷史上最成功的政治營銷策略。她對外宣稱，她已經嫁給了英格蘭這個國家。她利用自己未婚的狀態，在強權間大玩平衡球。她跟這個國家談戀愛，跟王子曖昧，拖延戰術一用就是30年。她把自己塑造成了童貞女王，這不僅是個人選擇，這是一種神性化。
如果說他真的動過結婚念頭，那只有對他的馬夫長羅伯特·達德利。但他妻子意外墜楼的命案成了皇室最大醜聞，徹底斷送了這段皇室聯姻的可能。他建立了一套嚴苛的宮廷禮儀，想接近他，你得像崇拜神一樣崇拜他。他那些才華橫溢的大臣們，實際上更像是他的粉絲團。他把原本被視為弱點的女性身份，硬生生轉化成了絕對權力核心。他不僅是 CEO， 他還是這個公司的唯一品牌代言人。然而，這種平衡並不是永久的。在陰影中，一群天主教極端分子正計劃着要把他拉下神壇，領頭的正是他的表妹，蘇格蘭女王瑪麗。伊麗莎白還是頂級學霸，她能流利地用拉丁語、法語、意大利語、希臘語和外交官直接開對。當外國使節試圖欺負弱女子時，她直接用毀滅性的拉丁語即興演講，把對方罵成了傻子。她就是翻譯官的噩夢。如果你覺得伊麗莎白只是在宮廷裡跳跳舞、聽聽詩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在16世紀，如果你想在英格蘭當女王，你不僅需要王冠，你還需要全歐洲最強悍的特工組織。歡迎來到弗朗西斯·沃爾辛厄姆的世界，他是伊麗莎白的間諜頭子，也是現代情報機構的鼻祖。他的座右銘是：只有多疑的人才能生存。全歐洲的天主教勢力都在策劃暗殺。為了保住女王的命，沃爾辛厄姆在全歐洲布置了50多個情報站，密碼專家、偽造專家，甚至招安的囚犯，都在他的監控之下。每一個進入英國的包裹，每一封寄往國外的信件，都逃不過他的眼睛。而所有陰謀的核心，都指向一個人——蘇格蘭女王瑪麗·斯圖亞特。瑪麗是伊麗莎白的表妹，也是天主教徒心中的合法继承人。伊麗莎白面臨一個歷史級的難題：殺掉她，那是弒君，會引發公憤；留着她，她就是一顆行走的定時炸彈。伊麗莎白選擇了軟禁瑪麗，這一關就是19年。1586年，沃爾辛厄姆終於抓住了狐狸尾巴。他故意放任瑪麗通過酒桶偷傳密信，實際上全被攔截並破譯了。在一封信中，瑪麗親口同意了暗殺計劃，證據確鑿。1587年2月，伊麗莎白顫抖着簽下了處決令。當瑪麗的人頭在斷頭台上滾落時，伊麗莎白知道，她已經跨過了紅線。這一斬徹底切斷了英格蘭與舊勢力的最後一點溫情，也點燃了西班牙國王菲利普2世的怒火。菲利普2世忍夠了，他的老婆死了，求婚被拒絕了，現在連他的天主教盟友也被砍了。他決定發動16世紀規模最大的跨海征服——無敵艦隊。130艘巨艦，8000名水兵，2萬名精銳士兵，這在當時就是滅國級的力量。面對這種史詩級的壓力，伊麗莎白不僅沒跑，還親自去了前線。在蒂爾伯里營地，她身披鎧甲，像個戰士一樣站在士兵面前。我知道我只有一副柔弱女子的身體，但我有一顆國王的心，而且是英格蘭國王的心。真正幹掉無敵艦隊的是3樣東西：英國人的海盜基因、後勤災難、老天爺。一場突如其來的強力風暴把西班牙殘艦吹向了愛爾蘭的礁石。結果是，西班牙元氣大傷，而英格蘭正式接管了海洋。從這一刻起，大英帝國的種子開始在海浪中發芽。
戰勝西班牙後，伊麗莎白成了全歐洲最酷的明星，這就是所謂的黃金時代。你現在聽到的每一個英語單詞，可能都得感謝那個時代的莎士比亞。伊麗莎白是個狂熱的戲劇愛好者，她不僅給劇團投錢，還讓他們在宮廷裡演出。同時，她批准成立了東印度公司，把觸角伸向了亞洲。他的航海家們把美洲的一處地方命名為弗吉尼亞，致敬這位童貞女王。但別被這種華麗給騙了，女王的晚年其實是一場痛苦的退場。為了維持永恆女神的形象，她長期塗抹大量鉛白粉，這實際上是在慢性自殺，心情也變得越來越古怪和多疑。他最寵愛的將領埃塞克斯伯爵竟然發動了叛亂奪權，最終伊麗莎白不得不再次忍痛，把自己最後的一點溫情送上了斷頭台。到了1603年，70歲的伊麗莎白已經無法躺下，她站着或者靠在墊子上，整整幾天不吃不喝，盯着地板。這意味着都鐸王朝將隨她而去。1603年3月24日，伊麗莎白一世去世。她統治了英格蘭45年。她接手時，這個國家瀕臨破產。她離開時，英格蘭是歐洲最穩固、海上力量最強的國家。她把所有的愛、精力和狡詐都獻給了她的丈夫英格蘭。她證明了，權力的遊戲不分性別，只看誰更理智、更耐心、更懂得在這場殘酷的豪賭中活到最後。這就是伊麗莎白一世，她是私生女，是幸存者，是間諜大師，也是大英帝國的奠基人。你是會選擇幫女王抓間諜，還是跟德雷克船長去打劫金礦呢？評論區告訴我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並瀏覽我的頻道。我們下期見。